我们安排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从天津入境，然后再进京。这个安排啊，它是有深意的，它这表明了我们的态度，也要敲打一下贝尔伯克，你先冷静冷静，端正一下态度，然后呢，咱们再到北京谈正事儿。要说起来呀，这个入境的和会谈的地点呢，它其实是挺有讲究的，也挺微妙的。你看最近这2年啊，好多外国政要来的时候，咱们是安排在天津会面谈一些事情的。你看这个前2年拜登的特使克里来这儿想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啊，咱们就是在天津跟他谈的。那第一次来他是先到的上海，后来近了一点就到了天津来谈。你再像美国的副国务卿舍曼女士，她也是到了天津，都没有进得了北京。而当时这个塔利班呐，这个美国撤军之后，这个塔利班不是这个临时执政嘛？看塔利班来中国的时候，也是到天津，咱们一起谈的这个事情。你要说那2年吧，还是疫情期间到天津还有一定原因的话，那最近我们这样还是把这个贝尔伯克安排在天津，那这里边可就是肯定是有那么一点什么样的意味在里边了。而且你看啊，就不久前啊，日本的外相来访华的时候，他可是直接到的北京。你看这个里边微妙的东西就来了。天津这地方啊，它说起来呢，也算是咱们的首都圈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也还是享受着首都圈的这个待遇。但是这里边啊，它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。因为这很简单嘛，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呀？就类似于到别的地方去做客，你说这个要是直接一到，别人一欢迎，马上就进了这个大厅，进了这个客厅，这是一种感觉。还有一种感觉呢，就是先把你弄到前面的前院里待一下，先喝杯茶啊，先静静心，然后咱们再进客厅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这其实呢，反映着一种关系是不是密切，是不是重要和紧迫啊？这里边也反映着我们作为东道主的对这个所来人员的一种态度。而有些事情上呢，就要特别的慎重，就是我是欢迎你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谈这个事情，但是有些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慎重，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比如说我们邀请塔利班的那些人来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处于慎重的角度考虑，而不让你直接进京啊。这其实也反映着我们对你这次来，或者说你这个人是有一定的看法，是有一定保留态度在里边的，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。这里边就反映着这么一层意思。那么这次啊，贝尔伯克来访华，那当然是2国之间、中德之间啊正常的一种外交上的交往。是这我们把它安排第一站，先从天津入境啊，其实也是有这个2方面的考虑。第一个呢，贝尔伯克这个态度呢，他是对华非常强硬的，来之前还在说这个说那个呢，特别是拿什么俄乌问题啊，甚至拿台湾问题啊来说事儿。那这一点上，我们当然对他就有一定的保留了啊。那么你来这边，你先冷静一下，端正你的态度，咱们再说。第二一点呢，我们来看啊，安排他到天津，是因为天津这个地区啊，德国的企业非常的多。实际上贝尔伯克这个人呢，他对外交事务和国际事务并不熟悉，连行政经验都不多，有些东西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。德国这个极右的这个绿党嘛，那你先到天津和你德国的企业，你们多看一看情况，了解了解情况，听一听，看一看，看看你们德国企业怎么说的，那你呢也好冷静一下，也好稍微的思考一下。第3一点，我们要注意一下啊，我们对贝尔伯克本人的一些做法和他的一些态度，那肯定是有我们的看法的。而且他这次来的目的，一方面是要推进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，另一方面其实他也带着意识形态，带着美国的一些意图来的。因此他的这个立场啊、议题啊这方面，我们都是会有一些谨慎的态度来对他。当然了，我们这样做也是提醒他要端正一下态度。那最后我们来看啊，贝尔伯克不管再怎么说，他是德国的外长，他这次来呢，要巩固这个舒尔茨访华的这个成果啊。那这一点上是他肩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责任。我们当然还是要跟他好好的去谈这个事情，但是德国内部现在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，变数也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呢也是相当的慎重。